这是什么地方？请问，那双眼，那般清冷深邃，唇色却艳丽惊心。若是咬住丝醒了。荒唐！我怎会对陌生男子生出这般邪念？可有不是？头疼，身上也疼，像被拆过一遍。还有，我好像什么都不记得。因是伤未愈的缘故，先回去歇着吧。这是哪？我们认识吗？不认识，只是见你重伤昏迷，顺手罢了。你先去歇着，药就快要好了。药熬好了，你在看什么？这玉想起什么了吗？没有，就是觉得有些熟悉。这是你的，你贴身的东西都放在你枕边，破损尽血的衣衫，我便替你丢了。这是你的衣裳，染着淡淡的草药味，甚是好闻。药凉了会更苦，快喝。哎呀，若我是你呀，定要趁他记忆混乱时，给他编个花好月圆的梦。就说我们曾在红锦帐里共饮合卺酒，月老祠前结过同心结，多美呀！他心上刻着陈宇飞3个字，连梦忆都是那个人的名字。那你也不必说你们不认识啊，那人已不在。你既然这么喜欢他，为何不能给自己制造一个机会？若我趁虚而入，偷来片刻温存，待他清醒时，只怕也会恨我入骨。一沾上他，你就优柔寡断，紫檀阁顶尖杀手的狠劲儿了啊！罢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哎，怎么走神了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刚刚那大摇大摆出去的家伙谁啊？跟你关系不错的样子。身上不疼啊？有闲心四处溜达？啊，疼啊！也不知道谁跟我这么大仇，下手这么狠，真是哪哪都疼啊！是你吗？是你，玉飞。玉飞，别走，别走。不许你看清楚我是谁！原来梦里是仙人。清醒没有？陈宇飞已经死了，他死了，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只不过是一场梦吧，你凭什么诅咒他？你滚！真知可叹，又何至于一日？是吧？明日朝阳升起，你会有一个新的开始。不是练剑，便是不见人影，比那千年寒冰还要冷上3分。唉，待久了惹人嫌呐。伤未愈，当静养。屋里太静了，静也能听见伤口结痂的声音。这苦味倒是比你的话还丑些。这当归放多了，苦味要压过干香了。你还精通刨除药理？我帮你。不用。我去采草药，后山瘴气未散，别跟来。我一个人害怕。
是大夫吗？这般熟人要领？不是，只不过跟着石宇学了些皮毛而已。哦，这石宇倒是什么都教你。你们怎样好？你分这么多做甚？小心蛇！那是五毒蛇，你疯了吗？你快放开！别动！我们当真只是萍水相逢，都吸出来了，死不了。一大清早的，又要往哪儿跑啊？练剑。等等，我也去。躺了这些天，骨头都锈了。这般清冷如水、俊逸出尘的人，会喜欢什么样的人？他该是桃夭吧？竟能有着满天莲花般春色。喂，喝杯茶歇会儿。好久没见他这般轻松自在的笑容，如今他像块甩不掉的膏药，只不过这份依赖和笑容，从前错不属于我。这位少侠，这黑风寨为祸一方，荼毒百姓，不知少侠可愿与我师兄弟二人一起联手剿了这黑风寨？这双清亮的眼，只需一眼，已是万年。少侠，意下如何？好。严兄的轻功当真令人叹服，说是御风而行，出神入化也不为过。若论武功，还是穆兄更胜一筹。剑法精妙绝伦，剑气如虹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再这样吹捧下去，这不搪塞了一对凉透？要不是我机灵，及时斩断跳桥锁链。是，我御剑门的小师弟最是英勇。表面看来，并肩作战志同道合，或许也算朋友。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对穆兄一见倾心。这份隐秘的、难以启齿的不堪心思，我小心翼翼地藏着，不敢泄露分毫。他师承武林名门，正道坦途，未来昭昭，而我却身处阴暗组织。直到半年前那次见面，彻底打破了这看似平静的表象。师兄，我想吃糖葫芦。师兄，快看，那个会转的走马灯，好漂亮啊！师兄，你尝尝这个，可好吃了。师兄，这边。严兄觉得这玉如何？成色上佳。下月初2是雨飞的生辰，我们师兄弟的感情很好。雨飞是御剑门少主，自小乖巧伶俐，门中弟子都愿意宠着他，更何况年少时。师兄，你对我这般好，若是日后我成亲，或是你成了亲，你还会对我这般好吗？自然，你永远是我最疼爱的小师弟。至于成亲，我无心儿女情长，只醉心武学，日后专心辅助你，将门派发扬光大便是。可是穆寻看陈宇飞的眼神，哪里只是师兄弟那般毫无杂念，宠溺与偏爱竟那般纯粹坦荡。我是不是也可以为自己争取一次呢？荒谬！我看你是醉得不轻，
还是满口胡言，同是7尺男儿，谈什么风月？那陈宇飞呢？你对他……住嘴！你当是谁，也配与他相提并论？今日我权且当你是酒后胡言，若是再提一句，事后我们大可不必再见。自从那次不欢而散之后，我再也不敢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免得他逼我如蛇蝎。直到半个月前，今夜子时3刻，我要御剑门化作焦土。你的任务，夺回紫阳心经。是，属下领命。紫阳心经已经得手，我必须尽快找到莫雪。以他的性子，必定会护着陈宇飞死战到底。不许！你可千万不要死啊！或许这样便很好。哟，簪花斗艳这等雅事，怎不叫上本公子？美吗？你怎么来了？走了。这家伙到底跟严景玉什么关系？来去自如，勾肩搭背，还拈花。我今夜有事，晚归。你早些休息。去哪儿？危险吗？与你无关。怎么也睡不着，要不我再去院里逛逛。我就是看会儿星星。他怎么还不回来？更深路重，怎不休息？啊，那个，今晚月色，我看会儿星星。你慢慢看。脸色这么差，你受伤了？伤哪儿了？让我看看。不是，一点小伤，不劳费心。整个后背都是鞭痕，谁打的？与你无关，出去。西域疗伤圣药，阁主待我，总归是留了情面。知道为何受罚吗？属下自作主张，私自救人。有些事，我睁只眼闭着眼，不代表别人也看不见。否则，本阁主威严可憎，情深意重，就怕你自去刑堂领罚。这20遍是在提醒我，该让穆勋离开了。你别动，我自己来。说了别动，我轻点。他从前满心满眼都只有陈宇飞，何曾这般待过我？我这脸可还满意？你胡说什么？好了，夜间若有不适，随时唤我。
是？无事，只是见你晌午未起，你该换药了。不必，我自己可以。唉，你背后能长眼睛吗？救命之恩，总要让在下偿还些利息吧。这药效不错，开始结痂了，还疼得厉害吗？比昨夜好些。别动，等我一会儿。尝尝看，合不合口味？我照着你昨日的步骤做的。和我学，那能好吃？比我做的好吃。真的？那以后我天天做给你吃。以后吗？他此刻对我的好，如同长久的期盼终于迎来美妙花开。于我而言，那是一朵开到荼蘼的罂粟，绚烂又致命。我若不顾一切摘下，必定难解。此处不便久留外人。你说过，我的师门没了，如今我脑子里空荡荡的，什么都不记得。我该去哪儿？哪里才不算是外人？救他虽是我私心，可对他用离婚丹也非我本意。如今，如初见你曾桥边这句缓缓来。你干嘛呢？背上的伤还没好利索呢。做饭。说好了以后我来做，你去歇着。相思如风如海，风吹雨花落，你已不在。这是我父母生前练功的地方。生前，他们我10岁那年，他们都死了。10岁，那么小的年纪失去父母，独自在这世上，这些年他是怎么过来的？冷漠疏离，就是他的代价。哎，那石壁上好像刻了什么。小时候顽皮，把我爹的功法秘籍撕碎了一页，我爹便将残缺的那一页刻在了这里。难怪没头没尾的，即便是绝顶功法，也没人看得懂。无情流言蜚语，不转我的传闻，凡人不老骤然非难，谁定论谁与本谁在红尘过程，过程谁不心过泪，我辗转斗转了时光去了路，在命运沙漠这些残残破不如心怀深沉卑微观我执着的眼神，抱歉，我偏要甜蜜悠然。再来。山下城里的夜景甚美，你想去看看吗？我若出去，还能再回来吗？为何不能回来？我去。哦，还真是热闹，满是人间烟火的气息。好好逛逛，说不定能想起些什么。唉，自醒来后，我就只见过你和陆时雨2个大活人，你不搭理我，我都闲得慌。不是，我不是说你闷，我是说，没人留你一直待在那儿。我真醉呀！快看，前面有戏台班子，咱们也过去瞧瞧。你不看戏，看我做甚？
那戏台上的小生怎及你半分倔强？那个，我去那边买点吃的，很快回来。还没回来，是走了吗？走了也好，这本就是我期望的结局。人间烟火，终究不属于我。看什么呢？这么入迷，我喊你2声都没听见。那你买什么了？刚去街头那间玉器铺逛了一圈，瞧见这块玉清亮剔透，跟你很配。喏，送给你。送给我？那你之前的那块呢？那一块太丑，不当了，买了这块新的。你就不怕日后会后悔？万一那对你来说很重要呢？再说，这一看就是送给姑娘家的。日后的事日后再说，谁规定这一定要送姑娘的？我送给我的救命恩人聊表谢意，不行吗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2年了。这算什么？是以后的移情，还是单纯的救命之恩的谢意？若他清醒，一起经历种种，只怕会视此玉为耻辱。严兄觉得这玉如何？可是，这是他唯一主动赠我的东西。罢了，银针止渴也好，明日之后便是永诀，留个念想吧。哎，你说这宅子是租的，你怎知厨房有酒，还是上好的桃花酿？或许屋主也爱喝吧。严景玉，别晃来晃去，晃了我心慌。你醉了，我扶你回房休息。幸好我提前做了解酒单。人的缘分，总有尽时。这不是在玉峰山。情绪。咸景玉，你出来！什么叫就此别过？我早知道你想要赶我走，你明明白白说清楚不行吗？有几个字就把我扔在那，算什么？哼！为了赶我走，把我骗下山，为夺我连家都不回，我是什么毒物吗？这么急着与我划清界限？啊，那边似乎有什么动静。公子，求公子慈悲，奴家上山采茶，不慎踩到捕兽夹，这眼见天也快黑了，奴家实在害怕。姑娘莫怕，我这就帮你。还得13娘出马，手到擒来。哟，这般俊俏儿郎，倒叫人舍不得剜了他心肝呢。
糟了，是黑风寨那帮漏网之鱼，我大意了。下了！快点！你们什么人？要你命的人！2年前你斩我二弟，毁我山寨，今日本寨主定不会让你死得那么2年前，老大，又一个自投罗网的，这小子功夫了得，折了我们好几个兄弟。他怎么也被绑来了？好个生死相随！当年就是你们搅了我的寨子，可曾料到有今日，我要让你们这对好兄弟也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！我要活剐了你们的心肝，来祭奠我二弟！老大，不好了，山下有大批官兵攻寨！娘的，早不来晚不来，打扰老子玩游戏！看好他们，给他们喂足软筋散，等老子回来再慢慢料理。你怎么也……你不是躲着我吗？既然打定主意与我老死不相往来，为何又暗中关注，还以身犯险闯龙潭？你是傻子吗？你是不是……谁关注你了？别自作多情。我不过是怕你死在外面，可惜了我先前给你用的那些上好药材。哼，既如此，为何给我留下银票？为何要买下那座宅院？哦，对了，那宅院的房契上写的还是我的名字，安排的这般周到，怎能不再给我娶个媳妇？不若我就当那是你的嫁妆，反正我的聘礼你也收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嫁妆聘礼？我几时收了你？祖宗，你小点声，外面还有看守。那你也别……别怎么？别亲！你闭嘴！我怀里有百灵丸，能解软筋散。我来。你能不能行？到，快了！怎么还没好？能不能快点？这话听起来太奇怪了。我行不行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还好，来人太快，可不行。快来人！他们跑了！他娘的！给老子放箭！生死不论！你中箭了？不是，抱起先，当心别刺来。他们自顾不暇，我们应当安全了。莫寻，你醒了？怎么样？可是伤口疼？不是，别动，我是伤患。赤伤心胸。那你允是不允？玉佩，
便是聘礼。什么？你不是说那是谢礼？我好像伤口裂开了。那你就消停一会儿。若真如那山寨主所言，我与严景玉2年前曾联手剿过黑风寨，可他为何偏要与我撞陌路？这些时日相处下来，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对我的逃避。他到底在害怕什么？与我失忆有关，还是有别的隐情？唉，先生还不敢提，一提有关于他的事，他又该拐着弯的赶我走了。别说我没有提醒你，离魂丹的药效只可持续半年，届时它自然恢复记忆。你可想回来之后？我只想待他再稳定一些。你呀，看似一块冰坨子，实则就一榆木脑袋。那人看你的眼神愁得能拉丝了，你倒好，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你俩这是在玩什么？你追我逃的游戏吗？他的唇可比沾露的花瓣软，染多了还很甜。什么很甜？哎，日日喝着黄连苦胆汁，甚是想念东市那间点心铺子的桃花酥。这是最后一季，明日不必再赴了。那今晚可否开一坛桃花酿？那醇香的味儿隔着泥风都挡不住。灼灼桃花意，翩翩少年郎。严景玉，你分明是那乱人心魄的桃妖，一颦一笑都在挠人心弦。你醉了，净说些不着边际的胡话。你悠着点儿，桃花酿后劲儿大。你怎么还在这里？再不走，我怕我就再也舍不得放手了。唉，醉了都还惦记着赶我走，我就这般惹你厌烦了。别走！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这是喝醉了？我没生气，我是……你有。就像那次一样，头也不回。要命了！你这是在折磨我吗？没生气，真的，我是想给你煮碗解酒汤。你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好，不走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醉成这样还这般念念不忘，你分得清我是谁吗？莫寻，你是莫寻，你厌我，烦我，走了也不要回头看我一眼。莫寻，我在。莫寻。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趁着醉酒点火，明日酒醒，若敢逃，
等等，昨夜的那些不是梦。要我帮你仔细回忆吗？昨夜是谁咬开我的衣带？是谁搂着我的脖子，带着哭腔说：“再深些。”你闭嘴，不许说，太丢人了。怎么，亲也亲了，抱也抱了，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，你该不会不想对我负责吧？我知道的，你一直都想赶我走。如果你真要对我始乱终弃，不是的，我负责。那怎么证明你会负责？要怎么证明？自然是你怎么又？慢点，太快了。怎么了？你别碰我，我自己能。混蛋！是，我混蛋。先吃饭，吃饱了才有力气骂我不是？乖，我喂你。刚出笼的糯米糕，软糯香甜，入口即化。二位公子可要尝尝鲜？劳烦来一份。来，张嘴。甜的，甜到了心坎里。我尝尝。明月有负有情，为谁再走一曲？清风吹行千里，只我我倒觉得景玉的唇更软糯。大庭广众的，你能不能收敛一点？情之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眼前人是心上人，何以要收敛？他如此坦荡无畏，我又如何能舍得放手？哟，二位可找对地在诉衷肠吗？这大街上人来人往的，也不怕闪了别人的眼。那个，你来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十一找我可能有事相商，我一会儿就回。我在家等你。参见阁主。阁主，这是他的脸，为何与我如此相像？眉尾间也有一颗红痣。很惊讶吗？看到我的脸，可又想起什么？属下愚钝，还请阁主明示。看你这神情，心里已有答案了，不是吗？知道该换我什么？哥哥生的真好看，嘿嘿，连眉尾的红痣都特别可爱，姑娘家都不及你好看。再拿我和姑娘家比，以后都不给你买桃花酥吃。哥，真的是你，你还活着？可为何你这么多年都不与我相认？我以为这世上我再没有亲人了。我这么做，也实属无奈。
我原想亲手斩断血海深仇，待尘埃落定，再与你相认。这一切的根源，都始于25年前父亲救下的落难侠客许方舟。多谢严兄出手相助，不知在下能否有这个荣幸与严兄同游一场，也好向严兄讨教一二。鲜衣怒马少年时，不负韶华且行之。讨教不敢当，在下孤身游历多年，若得许兄相伴同游，亦是一桩乐事。我心上方寸是否我无愧于神？我听听哭泣流言蜚语。直到我娘出现，当年名动江湖的明月教大小姐莫清然，爹娘两心相悦，情投意合。但许方舟那个卑鄙小人，不仅觊觎我严家绝学紫阳心经，还觊觎明月教的地位和势力。他竟暗中是下三滥手段，给我娘下药，企图玷污她清白，离间爹娘感情。我娘是何等人物，她早看穿了许方舟的野心。许方舟，我竟不知你是如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滚！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我娘自小在明月教耳濡目染多年，处理教中事务，有时难免手段狠辣。爹不赞同他的某些手段，甚至会加以阻拦，这无形中损害了明月教一些元老的利益。我娘担心那些被触怒的叔伯长老会迁怒于爹，对爹不利。无奈下，他设计爹和别的女人有了肌肤之亲，也就是你娘。带着我妹妹走，越远越好，别再回来。我深知你意，你又何必多牵连一人？此后，江湖路远，莫教主珍重。你娘和我娘是一同长大的堂姐妹，亦是我娘最信任之人。她甘愿入局。她说，总要有人护住姐姐的软肋。本以为至此，他们便各自安好，谁曾想，你可还记得少时我们相见那次？记得。那年我10岁，你也才12岁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，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爹娘。景玉，爹和娘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做，你乖乖的等我们回来。那时我收到明月教有异动的密报，待我们日夜兼程赶到时，明月教也血流成河。我娘点了我的穴道，将我藏在悲剧如山的尸体下，眼睁睁看着。许方舟，紫阳心经在此，想要的话，放了他们。完了，严正宇，与我一起成就宏图霸业不好吗？非要和这2个女人纠缠不清。既然来了，把命都留下吧。许方舟丧心病狂，杀了他们，竟还想将他们的尸首扔给属下写完侮辱。爹拼尽全力夺回他们的尸身，保证他们也尽投身火海。我一直以为如江湖传闻，明月教乃山匪所灭，不曾想竟是如此血海深仇。那许方舟如今何在？紫阳心经又为何出现在御剑门？
我暗中追查多年，才得知世上并无许方舟此人，那是他化名易容而成。他的真实身份就是御剑门掌门陈鹤之。竟然是他！你先回去吧，石玉找我可能有事相商，我一会儿就回。我在家等你。还真是，一刻都不想跟他分开。师兄，这声音，还有这张脸，为何有种强烈的、令人烦躁的熟悉感？他是谁？